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国华，欢迎来到宜阳晚年小讲堂。农历新年快到了，本该喜庆团圆，但我知道很多老朋友正为年关发愁，年货、红包、人情往来处处要花钱，更让人担心的是，退休金和津贴会不会因为银行放假延迟到账，手头没活钱，年就过不踏实。今天我就是来送定心丸的，相关部门今年特别为大家考虑，调整了安排，将3笔最重要的过年前一次性提前到过年前发放。这是咱们人人都该享有的权益，只要符合资格，钱就会在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自动到账，让您安心办年货，过好年。但是钱发出来不等于稳稳落袋。每年都有长辈因账户被冻结或汇款失败而着急。从现在到1月中旬，是您检查收款账户的关键准备期。若错过这一步，等到年前发现钱没到账，银行和单位都已放假，可就难以及时处理了。今天我就仔细说明是哪3笔钱会提前发放，并手把手教您做好关键检查动作，确保过年前安全到位。如果您是新朋友或还没订阅本频道，请按下订阅键并打开小铃铛。接下来正是政策与发款密集期，订阅就能的一时间收到与您切身相关的提醒。好，咱们言归正传，第一件要紧事就是弄明白这3笔提前发的钱到底是什么名目，这直接关系到您自己是不是在受贿的名单里头。这第一笔也是分量最重，咱们最熟悉的一笔就是养老保险年金，这里头包含了咱们绝大多数打工一辈子的朋友，退休后按月领取的老年年金，还有万一不幸失去工作能力时申请的失能年金，以及家属可以申请的遗属年金。对很多家庭来说，这笔钱就是晚年生活稳定的依靠，是基本生活的保障。按照惯例，这笔钱通常是在每个月的最后1天左右入账，可2026年春节来得特别早，月底那几天正好撞上长长的年假。相关部门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怕大家过年手头紧，等钱用，所以提前启动发放作业。您只要目前是在正常按月领取这笔钱的，那就完全放心，不需要重新填任何表格，也不用特地打电话去催问。系统后台已经设置好了，会自动把这笔过年前在假期开始前妥妥的送到您的户头里。这对于要准备年货、包红包、安排全家团聚开销的长辈们来说，真是一场非常及时的帮助。这笔钱的提早入账，就像是一个暖心的提前祝福，让您能从容的采买南北干货，添置新衣新鞋，把团圆饭安排得更丰盛，也让孩子们期待的红包更厚实一些。它不仅仅是一笔款项的提前，更是对长辈们1年辛劳的体贴回馈，让喜庆的年味里多了一份踏实的底气。这第2笔是国民年金，大家平常也习惯叫它国保，它主要涵盖了几种给付，比如老年基本保证年金、老年年金给付，还有原住民给付等等。这一块啊，特别容易被一些老朋友忽略，尤其是很多常年为家庭付出的家庭主妇、或者没有固定工作的长辈。可能有人觉得国保每个月领的钱好像没有养老保险那么多，就不太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得跟您说句实在话，每一分钱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过年这种开销突然增大好几倍的时候，这笔钱如果能提前几天到账，拿来多买几箱香甜的水果，给老伴添件暖和的新衣裳，或者给孙辈多包个小红包，那是绰绰有余，实实在在的用处。特别是那些按月领取老年基本保证年金的长辈，这笔钱是保障咱们老年基本生活的一道底线。这次能提早发，更能让人感受到安排里透出的体贴与温度，是想让每位长辈都安心过年，手头宽裕的一份心意。它或许不是最大的那笔，但却是覆盖面最广、最体现社会关怀的一笔。
就像冬日里一件贴身的棉背心，或许不显眼，但那份暖意却能实实在在护住心口。这份提前的关爱，是向所有默默为家庭、为生活奉献的长辈们致意。第3笔是职业灾害保险年金给付，这笔钱是专门给那些因为在工作中受伤、失去劳动能力而需要长期领取年金补助的工友们的保障。他们为工作付出过健康的代价，家庭经济可能也更需要稳定支持。考虑到这部分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在年关时节尤其需要资金周转与心理慰藉，所以这次也特意把这一笔纳入了提前发放的名单。这不仅仅是一次日期的调整，更是一份充满温度的关怀，是要确保这些曾为工作流汗流血的劳工家庭也能过一个心里踏实、手头不慌的暖心年，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让每一份保障都落到实处，正是这项安排背后最真诚的初衷。这份提前送达的保障，犹如一份沉甸甸的敬意，它传达的讯息是，社会没有忘记那些在岗位上受伤的勇士，他们的尊严与家庭的需求，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更应被悉心呵护。这份心意比金钱本身更厚重。总而言之，这3笔年金的提前发放，宛如一股协同送暖的春风。养老保险年金是支撑晚年生活的主要部分，国保年金是覆盖广泛的贴心保障，而职灾保险年金则是面向特定群体的特别关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张细密而温暖的保障网，在岁末年初之际，精准地将关怀与支持送达每一位需要的民众手中。这背后体现的是服务的主动与周到，是安排中对大家需求的深刻体察。让老百姓过个好年，不仅是民间的心愿，也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个年，因为这份提早的安心，注定会多一分从容，添一分温情。好了，3笔钱的来龙去脉咱们搞清楚了，接下来这部分才是陈国华今天要讲的重中之重，也是标题里特别提醒大家的，记得刷存折确认。为什么明明安排了发钱，咱们却有可能收不到呢？问题的根子往往就出在咱们自己的那个银行账户上。您想啊，钱的流转就像水流，那头把水闸打开了，水放出来了，可如果咱们自家接水的管子堵了、锈了，或者接口不对，那水就流不进来，只能被弹回去。这种情况每年春节前都有发生，让不少长辈过了一个非常糟心的年。陈国华给大家总结了3种最常见、最会影响收款的账户状况，请您务必放下手里的事，对照着检查一下。第一种状况叫做禁止户风险，很多长辈手里不止一本存折，可能当初申请年金的时候，顺手填了一个不太常用的账户，后来因为习惯用邮局的或者另一家银行的账户，导致那个专门接收年金的账户可能1年、2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任何一笔存钱、取钱的记录。银行为了管理需要，保护客户账户安全，它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把这种长期没有交易的账户标记为禁止户，或者暂时限制它的交易功能。一旦成了禁止户，那麻烦就来了，不仅您自己没法从里面取钱，外面所有的钱，包括汇过来的年金，也统统会被银行系统拒之门外，直接退回去。等您到了过年，欢欢喜喜想去取钱办年货，一刷卡才发现账户被锁住了，那时候再想办理解冻，对不起，得等年后银行正式上班才行，什么都耽误了。所以陈国华在这里用最大的声音呼吁大家，就这几天，请您一定找出那本专门用来领年金的存折，亲自跑一趟银行，不用办复杂业务，就去柜台让行员帮您补登一下存折，把之前的交易记录打印出来，或者更简单，去 ATM 机上往这个账户里存个100块钱，再把它取出来。只要成功产生这么一笔小小的交易记录，就等于是告诉银行系统，我这个账户主人还在用，它是活的。
账户一激活，钱就能顺顺利利汇进来了。这个动作简单，但效用极大，是避免过年不便的第一道重要步骤。第二种状况是更麻烦的账户功能受限风险。最近有些不法分子活动频繁，花样百出。有些长辈因为信息了解的不够及时，不小心点了手机里来路不明的链接，或者轻信了所谓理财专家高回报投资的话，把自己存折、提款卡的信息甚至原件交给了别人，结果很可能导致自己的账户被判定为涉及可疑交易而功能受限。一旦账户功能被限制，那所有交易可能瞬间全部暂停，政府的年金自然也就被挡在门外了。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账户突然无法使用，去银行一问被告知功能受限，请千万别犹豫，立刻马上采取行动。您需要先去相关部门说明情况，配合处理，然后拿着相关证明文件，赶紧去发放单位申请变更汇款的账户。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专门为保护咱们养老金而设计的专门安排年金专属账户。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我因为一些债务问题，担心钱一进普通账户就被银行直接扣走抵债了，或者我的账户因为其他原因被冻结了，那是不是就注定领不到这笔过年钱了？陈国华告诉您，绝对不是。法律有明文规定，像养老保险、国保这种用来保障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险年金是受到特别保护的。但是如果您用的是普通活期账户，银行系统它分辨不出哪笔钱是受保护的年金，哪笔是普通存款，往往就会一并处理，一起扣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允许咱们去申请开设一个独立的年金专属账户。这个账户就像一个特制的保险箱，只有政府的年金款项能存进去，而且这里面的钱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您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风险或者困扰，请您务必一定要在过年前抓紧时间去相关单位咨询办理这个专户申请。虽然手续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但这是保住您每月生活所需，过年前最稳妥的保障措施。第三种状况是资料不符风险。年底年初是很多人搬家、移居或者变更户籍资料的时候。如果您最近改过名字，或者搬了家、迁了户口，特别是对于领取相关津贴的朋友们要注意，这些津贴的发放资格常常是和户籍所在地紧密挂钩的。如果您户籍资料变动了，但没有及时通知发放单位，或者您在银行留存的个人资料地址、姓名没有同步更新，都可能导致汇款的时候对不上号，钱被卡在半路，汇不进来。陈国华建议大伙在12月底前，最好抽空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户口名簿上的资料和留在银行、留在发放单位登记的资料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有变动，赶紧去相关柜台办理更新，别让这笔过年前因为信息不一致而耽误了。除了检查账户状态，陈国华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关于防范诈骗的事情。几乎每次一公布要提前发钱、发补助的消息，就是那帮不法分子最活跃的时候。他们死抓住大家期盼领钱、安心过年的心理，像撒网一样狂发虚假信息。内容通常是这样的：相关部门通知您的春节年金已提前发放，请点击以下链接确认领取资格，或者紧急通知您的账户异常，款项无法入账，请立即点击链接验证身份，否则将影响发放。陈国华在这里要用最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大家，这些信息全都是假的，是骗局。发放单位发钱，是后台系统直接操作汇款，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是自动的。他们绝对不会，也从来不会发短信让您去点击什么链接，更不会让您去 ATM 机前面做任何操作，也绝不会在电话里索要您的银行密码和验证码。发放作业全程自动化，只要您账户正常，钱就会进去，根本不需要您做任何确认动作。
您万一收到这种短信，手指头千万别点，看都别看仔细，直接删除，更不要因为好奇，点进去输入任何个人资料，那个链接背后是诈骗团伙设好的陷阱页面，做的可以跟真的一样。您一旦输入了账号、密码、身份证号，尤其是短信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转走，到那时候，别说期盼的过年钱没了，连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本都可能损失。这不仅是您一个人的事，请务必告诉身边的老伴、儿女、邻居和老朋友，社区里见面、聊天时也互相提个醒，特别是要叮嘱不太熟悉手机操作的亲友，让他们凡事多问一句子女，多问一句社区工作人员，咱们大家一起提高警惕，互相照应，就能织成一张坚实的防护网，让骗子无处下手，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安安稳稳、欢欢喜喜的过年。好了，最后咱们来把今天陈国华讲的重点再好好捋一捋，您也可以在心里过一遍。2026年春节就要到了，体恤民情，特别将养老保险年金、国民年金、职灾保险年金这3笔重要的生活费，过年前统一提前到春节长假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放，这对咱们退休族群来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是一笔至关重要的过年资金。但是，为了确保这份关怀和这笔钱能分毫不差、准时准点的落到咱们自己手里，请大家务必在现在到1月中旬这段关键时间里，完成一个关键动作，拿出您领年金的那本存折，去银行把它动一动，不管是去柜台补登折子，还是在 ATM 上做一笔小额存取，目的只有一个，确认您的账户是活跃的，没有变成禁止户。如果您有债务方面的担忧，别犹豫，立刻去了解并申请年金专属账户，这是法律给咱们的保护。同时，把眼睛擦亮，对任何带着链接让您操作领钱的短信，保持最高警惕，做到不理会、不点击，绝对不相信。这笔年金是我们晚年生活的保障，提前发放是心意，我们自己也需主动维护好收款渠道，避免因小疏忽影响春节用钱。也请您关心身边亲友，尤其是行动不便或不太熟悉操作的老人，互相提醒，帮助大家都顺利领到钱，过个宽裕祥和的好年。如果您觉得以上提醒有帮助，请点赞支持，也欢迎转发到亲友群、社区群，让更多长辈知晓。还未订阅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会继续在颐养晚年为您解读政策，提供实用信息，陪伴您安心迎接新春。感谢阅读，我们下期再见。